大家好，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AI 热潮呢，到底走到哪里了？很多人说泡沫要破了，也有人说呢，这个泡沫呢，远远还没结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2000年网络泡沫的这个阶段来对照目前的 AI 是在哪一个位置，还有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公债殖利率一直涨，再涨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从6月中到7月，要注意有3颗未爆弹，可能会让股价大幅的这个震荡。这一集呢，您一定要听到最后，可以来帮您趋吉避凶哦。好，基本听到内容都是卡尔先生个人的观察、观点跟经验分享，并非投资建议，请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参考不同的内容，然后呢，自己为自己的投资做出决策。好，首先呢，来先破题一下哈，我认为这一波 AI 浪潮的多头大概率还没结束。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巨头啊还在砸钱，在盖资料中心，在买晶片。通常呢，一个这种投资大的这种周期啊，一个科技新的技术的投资周期要结束，通常要开始看到领头羊啊，就是那些砸最多钱的科技公司要开始缩手。但是现在似乎看起来还没有啊。但是呢，目前的问题是股价离长期的这个均线已经拉得很高很远了。现在乖离率过高，这个呢就像橡皮筋已经拉到快断的位置，稍微一点风吹草动一放开，弹回来的力道，下杀的力道就会很猛。所以接下来呢要注意3个大的变数，很可能会引发股价反转往下修正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一波的 AI 现在到底走到哪里，后面还会走多久？好，我们可以来比较2000年的网络泡沫。2000年的3月10号，那个时候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触及5048点之后，接下来呢2年半左右的时间呢，跌掉将近80%。那么整个.com 泡沫、网络泡沫呢，原则上可以分为前后2个时期。前面这个时期呢，总共可以拆成3个阶段，后面也是3个阶段。那么这6个阶段呢，就跟骨牌一样，第一张骨牌倒下了之后才会倒第2张。而且呢，每一张骨牌之间都有时间差，不是说泡沫一破就全部倒光啊，而是足足拖了2年半的时间啊，一波一波的往下倒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当年.com 泡沫前面这个时期可以分为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什么？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开始收缩，市场的资金开始收缩。当时联准会是从1999年的6月开始升息了6次啊。那么钱开始变贵了，但是那个时候股价呢还没倒地甚至股价呢还是不断的在上涨当中。那么第2个阶段呢，是当时网络 Internet 的故事开始受到检验。当时巴伦周刊的杂志封面直接点名，很多网络公司的现金都快烧光了。那么当他当初在点名这件事情的时候，同一天里面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就被爆出财报要重编那么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1个月内纳斯达克指数从5048就砍到了3300多点跌幅将近30%那么那个时候投资人突然发现，很多所谓的高成长公司它背后其实是空的。那么在那个时期的第3个阶段呢，就是发生很多一直烧钱的公司然后到后来呢一直烧钱没赚钱，然后就倒下了比如说当初的 Pass.com 或者在这边来 eToys 啦这几家公司或 Waven 这家公司，然后就搞到破产了等于是他烧钱烧到还没有办法真正赚到钱的时候那他就挂了。所以当资金不再便宜的时候，这些公司就像没有了氧气的火焰一个接一个就熄灭了那么当年网络泡沫的后半段呢，是整个景气就开始收缩了。所以很多下游的客户陆续倒账，而且开始砍单。所以当初呢，连思科这种网络的巨头，提供网络设备的巨头，最红的公司都直接中枪。当时思科的市值就从5500亿美金直接往下掉到只剩下1000多亿美金，跌到了80%。并且那个时候面临上市以来第1次亏损。那时候不只是思科包括像 Sun 啦、Nortel 啦、Lucent 啊这些网络设备公司全部都遭殃。那这些公司都是当初卖铲子给淘金的公司给淘金的人的公司
那么，所以你以为卖铲子的公司在淘金潮里面就最安全吗？并不是哦。当整个淘金的热潮退去，矿工都走了，铲子也卖不出去了啊。再来就是发生结构性的诈欺，然后造成崩坏。当初就安农公司在2001年就爆雷了，还有 Worldcom 呢被查出有110亿元的假账。当时这两家根本不是网络科技股，而是靠做假账跟表外融资撑起来这个空壳公司啊。所以当初的泡沫退潮之后呢，谁没穿裤子就看一清二楚。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当初网络泡沫破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剩下硬体设备、硬体资产，那没办法变现。那么当年是电信业这是网络设备业者花了大量的钱去铺设光纤，结果网络泡沫破裂之后，有超过90%的这个光纤全部闲置，花了10年的时间才把它消化完毕。但是这些光纤基础设施呢，后来就造就了像这个 YouTube 啦、Netflix 啦、Amazon 啦这些新的科技应用蓬勃的成长。泡沫会破，但是泡沫破之后留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就会在下一个时代发挥它的价值。好，所以讲完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我们来看一看，那现在呢？如果把 AI 对比于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话，现在 AI 热潮在哪一个阶段？目前呢，第一个阶段大家刚刚讲了嘛，就是资金收缩、资金变贵的阶段。目前是联准会的降息一直被延后，不排除未来有可能会加息。同时呢，市场上各国的长天期公债殖利率都持续在走高。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市场上的资金会越来越贵。那么，但是呢，现在借钱盖资料中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所以目前第一阶段，流动性缩紧中已经发生了。那我认为呢，我们目前正在故事被检验的第二阶段。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开始有人在质疑说这个 AI 公司这么多公司投资那么多 AI， 到底能不能带来实际的回报？还没证明。这些投资会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但是也还没证明这些投资不会有回报，就是还在 argue 还在吵架的这个时期。而当时网络泡沫的第三个阶段是很多烧钱的公司烧到没钱倒下，那么目前只有零星的一些公司倒下，并没有那种很大型的公司趴下去。而且后面几个这个阶段也还没开始尤其是现在网络的这个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还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等于说还在盖资料中心，这个还有发电厂等等这些基础建设还在扩张当中。所以整体来看，目前呢，这个 AI 的整个热潮大约走到第二阶段的中间，或者快到接近到第三阶段所以目前这样看，多头确实还没结束但是要注意我们已经进入股价可能会剧烈震荡的这个时期了而且呢，这里有个重点在第二阶段在以网络泡沫的这个经验来分析的话，第二个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看多的人跟看空的人都可以拿出很多的证据而且都很有说服力。比如说，最近看空很多的就是像当初的那个大卖空 Michael Berry 他已经在放空 AI 硬体的相关股票。同时呢，MIT 也的这个研究也指出，很多的企业在导入 AI 之后，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这个投资的回报。那目前 AI 这些类股的高估值也被拿来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做比较，安荣啊、思科啊这些公司在做比较，这是空方的看法。但是多方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还在创历史新高，还没出现缩手的迹象。那么晶片跟伺服器的供应链呢，也还很完整在运作，还没有断裂的迹象。龙头厂商呢，也在主动控制产量跟出货节奏。其实说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它的投资没有那么大的话，它投资越大的话，大家很快就买很多，那这个泡沫冲很快，很快就破了。那台积电目前的资本支出是虽然有扩张，但是还在控制就会造成晶片供不应求那这个泡沫就有可能延长更久所以现在还不是在疯狂倾销那最重要一点是，目前还没看到任何一家具代表性的 AI 公司、龙头公司倒闭或破产所以呢，目前就像在法庭上，双方还在做辩论双方的律师都很厉害，那陪审团还没做出裁决，然后在裁决还没做出来之前
这个市场一定会反复拉锯，震荡会越来越大，但是大概率这个 AI 的多头应该还没结束，但是现在乖离率已经过高了，所以股价的震荡一定会很大。好，再来呢，另外一件真正要注意的事情是，全球主要国家的公债殖利率正在快速的同步往上。日本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在1年的时间里面几乎翻了1倍，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也在往上。这两个全球最大的、最主要的债券市场，同时它的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都在涨。债券殖利率涨，代表债券的价格在跌嘛？那么这个讯号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殖利率的上升，代表全球的资金成本一起被越垫越高。那么这就像整条河的水位正在下降。那原本这个河面上呢的船啊，走的都好好的，浮的都好好的，但是整个水位一降，吃水最深，就是最重的，好，船的重量最重，吃水最深的那些大船就会先搁浅。所以目前谁是这个吃水最深的这个大船，在股市里面，就是那些估值最高，然后股价离均线连200日均线最远，乖离率最大那些投资标的。如果债券的殖利率还持续往上，这些股票呢会最先的尝到股价下跌的这个压力。那么再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各国政府的公债殖利率，卡尔先生判断不是只有短期上涨，而是长期，接下来中长期还会继续上涨，是结构性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易涨难跌。因为过去20-30年全球的公债多头，最主要有3个主力的买家，这3个主力买家现在同时都逆转。第一个就是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减少增持美债了，那么美债呢就少一个稳定的买家。第二个是什么？日本过去也是美债跟很多国家的债券的主要的买家，可是现在日本的资金正在回流日本本土。那么日本政府的公债殖利率还在涨，日本央行也还在走向这个升息的路，所以很多日本的投资人、日本的投资机构会发现，钱留在日本还比较划算。以前日本寿险公司、退休基金会大量去购买美债，现在这个动力呢正在衰退，正在消退。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以前中东的产油国，他们所有卖出去的石油都用美元计价，再把赚来的美元拿去买美国公债或美国的股票，各种美国的投资资产，形成一个所谓石油美元的循环。但是因为这一次中东发生战争之后，跟川普上台之后，整个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有大幅度的改变，现在中东购买美国债券这个力道也不断的缩减。所以呢，现在遇到的状况是这3条水管的水同时缩小，那么池子里面的水就会下降，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债券的殖利率易涨难跌。那么这个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跟股市就意味着高估值的股票承受这个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过去靠低利率撑起来的这些估值的逻辑呢，就很有可能会被修正。好，再来我们来聊一聊。当这个 AI 处于第2阶段，然后刚刚讲的公债殖利率又在往上涨时，特别要注意，从6月中到7月，有3颗未爆弹还没落地。第一颗未爆弹呢，是6月中在法国会举行这个 G7，就是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那么这7大工业国的领袖全部都会到场。那卡尔先生有做过研究，这一个会议里面有2个最主要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能源安全，因为荷姆兹海峡还没开放，还持续封锁，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可能会有断货的危险。那么这个7大工业国可不可以协调好，同时来释放战略储备，甚至有没有可能配合美国对伊朗发动相关的经济制裁攻击各种这个事情。再来，航运的保险怎么处理？那么刚刚谈这些事情都直接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再来呢，是有关 AI 监理，对 AI 治理的共同表态，晶片出口的管制等等，这个都不排除会影响到 AI 类股的股价，会让 AI 类股的股价会有比较大的波动会产生。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引爆的爆点，没有说一定会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点。再来第2颗未爆弹是什么？就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华许，他在6月16、17号是他第1场的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那么大家知道，现在4月份的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年增率还在 3.8% 的高点，后续这个 CPI 大概率会越来越高，通膨越来越高，所以大家本来就预计这一次联储会不会升息降息的几率也不高。但是大家现在真正聚焦的是新主席讲话的语气，还有他会不会丢出新的一些政策，还有后续要升息的可能性，还有呢，联准会委员之间会不会有分歧，会不会他搞不定，这些呢都是会影响股市波动的一个因素。还有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每一次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都会有一段过渡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期内呢，常常公债的殖利率就会持续走高，然后股市就会上下震荡，甚至下跌会比较多。那么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投资人需要时间去了解新的联储会主席他的风格、他的政策的倾向是什么。这个就好像一家公司换了一个新的老板，那么员工前几个月都会观察这个老板，测试老板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股价就可能会震荡好，再来第三颗未爆弹，我认为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也是目前最不可预测的一颗就是美国伊朗在中东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冲突。目前伊朗呢已经终止跟美国的所有的谈判，那么伊朗除了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外，很可能同时启动封锁曼德海峡。大家知道这个荷姆兹海峡占了全世界 20% 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如果曼德海峡就是红海这边还被封锁，哇，那会再增加 10% 到 15% 的封锁。你等于全世界1/3的石油天然气，还有这个生产各种化学产品或者是肥料的原物料从中东出口都有问题，同时会引发欧洲、亚洲、非洲这3大洲的商品贸易的动脉会同时受损那么如果曼德海峡跟荷姆兹海峡都被封锁，我认为现在我们在直播当下，现在油价大概是90到100块，我觉得立刻可能会快速的上升到150到160，甚至更高这是我看法人研究的报告写的好，所以那油价一旦快速上升的话，很可能就会让公债殖利率上升那不排除就会打击这个目前的股价那么面对6、7月有可能的这些未爆弹，现在避开呢去追高那些股价已经涨很高，然后它的股价离均线乖离率已经很高的这些标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去追涨这些股票的话，那就好像在悬崖边跑步，不是不能跑但是万一你脚滑掉下去的代价就非常大。现在去投资去追高那些股票是赔率最差、风险最高的事情。好，那么这个今天呢明天在卡尔先生的会员频道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近期我观察到美国的软体类股有跌升反弹的这个机会有跌升反弹的这个机会可以观察美国上市科技软体的 ETF叫做 IGV 那它已经出现从底部反转往上了，这个就代表 AI 硬体类股AI 就代表软体类股的这个估值消化的比较多筹码也比较干净，可以从这个类别呢去找到值得关注的投资标的。所以卡尔先生会在明天下周一的会员直播跟大家分享有哪一些值得布局、值得关注的个股那么另外呢，在明天的这个会员直播，我会更深度来做分析这一次美伊的中东战争未来会怎么演变，以及油价在不同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攻、怎么守我们各种资产要怎么配置，还有能源类股应该怎么做会做更深入的分析。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卡尔同学会的会员频道，每一个月呢1份平价牛排的钱就可以让你更顺利的掌握大方向跟具体的一些投资机会、投资标的那么如果还没加入会员的朋友呢，欢迎点击画面上的连结或这个荧幕下方这个连结加入会员频道。好，到这边呢，我们再来进行我投资做公益的环节那么非常感谢这个最左边的 Eric， 中间的 Rex 跟 Terry 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捐钱给
跟自己有缘的慈善团队慈善单位，非常感谢。那么也很感谢黄小姐，还有中间这个我们这个大哥叫蒜香排骨饭这个名字蛮有特点的还有右边的韩小姐，很感谢3位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那么卡尔先生在这边也鼓励大家全世界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会让你的投资真的会越来越顺利。这个已经有实证这5年多来太多人实证这件事情了。那么如果呢您愿意参加我投资做公益，欢迎您在捐款或捐物资给跟自己有缘的慈善单位之后可以透过 email 或 Facebook message 把你的这个收据传给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好，最后呢帮大家做个整理。第一点AI 呢已经走到网络泡沫里面的第2个阶段了。那虽然这一次 AI 的多头看来应该还没那么快结束，但是呢现在是处于这个吵架的期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它股价的震荡一定大。再来全球公债殖利率还在往上走那么3条原本会买这个全球债券的资金同时都逆转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公债殖利率现在一涨难跌所以高估值的风险资产首当其冲，压力会很大，这个是要注意再来6、7月有3颗未爆弹，他们爆炸的时间几乎都重叠这个变数的密度太高了，现在去追高的风险确实比较高，保留更多一点的现金，耐心等跌升之后再进场，这么胜率会比较高，好不好？好，那么我想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愿世界和平，愿大家健康平安财富自由，大家晚安，感恩大家。